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智能穿戴啊，这2年这个词提的一直非常热。但是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全是可以戴的东西，都是什么手环啊、智能手表啊这些东西，而呢穿的东西都比较少啊。今天呢，小白给大家带来一个可以穿的智能设备，就是前一阵的李宁和小米推出的这个智能跑鞋。其实智能跑鞋这个概念呢，也并不是新的啊，以前呢耐克也做过，但是呢耐克的那个项目呢，一直处在放羊的状态啊，是并没有怎么有大的推进。看看这一次李宁和小米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OK， 我们先开箱，然后呢马上做测试。小白测评马上开始。OK， 我们来打开它这个箱子啊，这是我的汗水啊，这屋里它实在太热了。它这个箱子呢，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个小的拉环，应该没什么特别的吧？哦，对了，它是赠送了一个，就是前2000名的这个购买者吧，还是1000名啊？然后赠送一个这个99的这个跑步的 T 恤。这个鞋呢，哎呀，这个没法说啊，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它好看，肯定有人就觉得它丑。这个肯定是就是核心的东西了啊。运动鞋内置华米智新，这个是由小米运动官方 APP 及后台大数据服务支持。看看这个鞋怎么安装啊？这个就是最核心的东西了。然后呢，它这个应该是扫描2维码，然后匹配你的那个手机上的那个智能芯。昨天我也是这个下载了这个小米运动，怎么扫码？哎。这怎么扫？哦，在这里。李宁烈骏智能跑鞋。哦，对了，这双鞋呢是分为2个版本啊，有一个是赤兔，它是便宜一些吧，199，而这双鞋呢是399，在跑鞋里呢应该算不是很贵的吧，199，尤其是199那个真的不是很贵。在外形上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那个赤兔的。这次为了体验啊，好。这个应该是在网上说，有人说这个就是那个把那个小米手环它那个芯片放到了这个鞋里边啊。咱们具体呢一会儿来试一下。大家看吗？这要是出汗，会不会对它有影响啊？哇，这个还挺滑，不好装。它这个里边的工艺呢做的不是特别好，它这个槽，所以你这个东西呢并不是很放起来不是很舒服。OK， 这个咱们算是绑定完成了。来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来啊？首先，对于这个严重失眠的我们呢，早上肯定是起不来的，基本上都是中午才起。然后晚上呢，其实武汉的天气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凉快，就是怎么形容傍晚的时候呢？哦，首先傍晚的时候是光线原因啊，就拍的就看不着人了嘛。傍晚的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这一辆车不开空调，把门关着，然后你一打开坐进去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的闷热。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比较热的时候，但是呢，比较热的时候有点风，然后还比较舒服一些。现在地表温度也接近60度啊，来测一下。大家请看我们现在这个地表温度啊，62度。这个现在的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就是从工作室走过来，又去买了瓶水，然后大概走的距离，妈有1.2公里吗？没有这么远吧？哪有这么远的？这不太准确啊。好，它这个 APP 上面显示这个就是800公里，因为这双鞋的大概的这个它设定的这个寿命呢，大概就是800公里，是399的烈骏。好，马上开始了啊，开始跑步，3、2、1，开始。我死了要来救我啊！
先别停啊。OK， 本来呢，我们是要做一个3公里的测试的，但是呢，实在不行啊，0.9几公里，将近1公里啊，这温度太高了，我这个汗啊像下雨一样，现在不行了。说一下我这个体验一下这个的感受啊，这双鞋呢肯定是，尤其这个左脚没什么问题。带着这个华米芯片的这个右脚呢，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足弓呢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说明它这个做工呢不是很好。这个整体这个芯片呢没有这个凹在这个鞋底里面，一直在刷它的存在感啊，所以不太舒服。首先在这个跑鞋的舒适性上就要画叉了，不行了，剩下的刚刚这个在外面跑完啊。然后马上回来就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它这个 APP。其实这个 APP 呢，在网上我看到好多那个论坛上还有网友反映，这个就是同步不上去，还有这个测试不太准的。刚才呢是那个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呢也是测了一下，在这个操场标准的100米跑道呢测了一下，大概是确实不太准，测到了118米。因为当时太热，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忘记做记录了啊。但是呢，它这个准确度确实应该增加。还有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那个，我们只是从那个工作室走到这个操场去买一瓶水，绝对没有1.2公里。刚才我们显示1.2公里，这个就是准确度有点扯淡啊。好，现在咱们看到这个界面呢，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跑完了之后这个 APP 记录的界面。然后呢，这有一个完成，然后还有一个继续。如果点击继续的话呢，就是现在它这是在一个计时的，还是在计时的状态。这有一个地图模式，就是看你刚才是在哪儿跑的。这个是看到吗？我们刚才沿着这个操场这个输印的地方跑了几个往返。完成，结束。其实它这个数据还是挺多的啊，有这个用时、配速是多少、步频，还有前掌。这个步频还有这个前脚掌着地，这两个呢是一般的别的这个跑步的 APP 没有的。之前呢，我跑步的时候也是用过几个 APP， 比如说那个，一开始一直用这个耐克的，不过呢，我发现它那个准确度也不是很好。然后后来又用了那个虎扑的那个跑步，然后那个准确度还是好一些。它不会给我什么建议吗？水印照片什么？并跑完之后只是做简单的记录，并没有给我什么建议吗？我没有手环，也没有体能秤。还是说共消耗了218千卡，约等于2瓶冰红茶。然而这个我最期待的这个关于这个跑步动作上的一些不标准啊，肯定是不太标准。然后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关于他这个找那个前脚掌这个着力点，但是呢并没有。刚才呢，小白是简单的带大家体验了一下李宁和小米联合出的这款跑鞋啊。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款跑鞋呢，首先在舒适性上啊，尤其是它这个右脚啊是放了这个华米的这个小芯片，在舒适性上就要给它打一个叉，因为在跑步过程中呢，它不停在刷自己的存在感，它是稍稍突出了一点，感觉让我非常不舒服。我想如果把它稍微做深一点，在鞋垫上做一个小小的突出来补足它那个空间，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也不太容易让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你跑步过程中总感觉脚上长了一火疖子的感觉，肯定不太爽啊。它这个 APP 呢，其实呢，使用过程中呢，准确度不是很高，真的。现在来说真是不太应该感觉。刚才我们也是测试了一下呢，100米它测出了118米，是在操场的标准这个100米测试的。感觉准确度有待提升。而且呢，我最关心的就是，因为它这次说了有一个前脚掌、后脚掌这个着力点，还有它这个就是步频。测试完之后，跑步完之后呢，他也没有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只是给我一个单纯的数据。我觉得如果要是根据这个算法，或者是根据我这个跑步的动作呢，给我一些建议，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有的朋友肯定会说，他这个鞋有一些肯定特别鸡肋啊，特别二。
就是李宁出了一款跑鞋，然后把鞋底掏一窟窿，然后把小米手环的芯片塞进去，这就 OK 了，是吧？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儿。但是呢，在这个国内的这些运动品牌在不断的这个发展陷入瓶颈期的时候，不停在前一阵子不停的在那个闹这个关店的风波啊，在这种状态下呢，李宁做出来这种尝试，这种小小的创新吧，这个点子非常简单，但是为什么别的品牌没有做呢？李宁的这种尝试，这种敢于挑战嘛，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这个效果不太好啊。本着这个第一代不要买的这个原则呢。购买建议上呢，我还是，如果你十分想体验一下，还是我觉得你购买那个199那个赤兔，体验一下也就行了。这个399的呢，我感觉有点划不来啊。还有这个鞋的这个配色，我真是有点小的接受不了。其实呢，无论是小米还是李宁，都可以，之后呢开放端口，不局限于各自的品牌啊。比如说李宁可能跟别的 APP 合作，然后小米呢跟别家的服装合作打开这个格局之后呢，相信会有更好的产品涌现出来。李宁呢可以用强大的这种线下呢，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心率的服装啊，还有就是把它的芯片加入到它，比如说篮球鞋啊，或者是网球鞋、足球鞋等等这些身上。后续呢可能会推出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所以呢。这一代产品虽然做的不是那么用心，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后面的产品呢可以期待的，我还是比较挺国产品牌的，李宁好好加油。总结来说呢，这款鞋是做的不是那么完善，改进的空间还是不小的啊。有一点鸡肋，如果十分想尝试呢，买199的赤兔就行了。本期的小白测评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如果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给我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好了，世人做的测评都不可能绝对客观，我只是把我的真实使用感受告诉大家。OK， 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个视频就是这个视频的机会呢，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一声小小的抱歉，就对那个上一期的那个一加上手，因为那一期的视频呢，我们是那个比较匆忙、比较着急吧，为了赶紧去上传，所以呢那个视频中呢有几个小错误，也是好多朋友发现了，这个对不住大家。然后下一次呢，小白一定好好校对。其中一个呢就是那个 Baby Think 的那个读音，然后说秃噜嘴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照相两代手机的那个照相，然后有那个2代当时是在那个摄像的界面，因为我们剪辑失误啊，当时没有注意，所以那个就是把前面那个照相对比呢，把那个给剪掉了，真是不好意思。还有就是那个感谢 B 站上的朋友啊，发现了这个错误，而且那个即使那个说了我啊，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你们。其实呢就是那个我在那个 B 站上看弹幕的时候，有朋友说那个就是总感觉你那个很紧张，说的很着急啊。确实是，当时我们那一期的那个确实比较着急，也比较就是紧张吧，因为当时呢一加的工作人员一直在那儿。一开始的还好，一开始他们还是比较配合。然后但是呢，我一开始做解说，那个对着这个我们这个镜头去说这款手机呢，有好多就是别的人就围过来了。然后呢，当我说到一些缺点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一加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是有点那个不太那什么了。然后就是我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然后就我们在哪儿，然后后来他还跟我们说那个就是拍完了之后要给他们看一下。当然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机会，趁他没注意，我们就跑了啊。也是比较紧张吧，当时确实是比较紧张，因为一加的人一直在我旁边。OK， 就一加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道个歉吧，先到这儿。一会儿客死他乡怎么办呢？不会。现在地表温度都得接近60度啊。怎么样？人太黑啊！人太黑没办法呀，人就是黑。你妈！我操！我连人带鞋一块画在那里边。一会儿跑步了，那哥们儿想，哎，是不是疯了这人？
那打球那哥们说：“哎，这是一疯子！”我操！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摔在地上2级烫伤怎么办？刚才呢，小白是带大家简单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小明。刚才呢，小白是带大家简单的体验了一下这个小明。不是真的，我怎么老说小明？李宁和小米，李宁的小米啊，李宁和小米，不是小明和小米。刚才接近60，现在55了，57这里，58。来看阴凉的地方，刚才我跑步那个地方，哇，这边瞬间低了好多，30多。看到吗？为什么老对不上焦啊？OK， 现在62度，地表温度62。这上面的，59。59。